这是密钥，应该还有个密码本。我让川岛又去了那个小旅馆一趟，八哥的东西全都不见了。旅馆的老板说，拿走东西的是2个年轻人，应该就是云鸿生和云鸿七。红旗啊，我离开之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爸，我还是很担心，我担心我做不到。云家在我的手里。红旗啊，你想多了。一个家族的威望不是靠经营堆砌出来的，靠的是他的家风和他的传承。持心以纯，持身以正。你是云家的后人，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我一定能做到，我一定可以。你也睡不着啊？你也睡不着？我在想事儿呢。其实，我是在想，要不明天咱们去钓鱼吧？哥啊，出去说。好。明天一早我就给报社打电话，说我是美好时光咖啡馆杀人案的目击者，我要给他们提供线报。你这是要把凶手给炸出来啊？这个凶手跟爸爸他是有什么关系啊？我怀疑做局杀害爸爸的凶手，应该是一直潜伏在长沙的日本大特务。杀害八哥的凶手，应该也是日本人。我明白了，这个凶手和这个大特务很有可能是一条线上的。找到这个凶手，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害死爸爸的人，是吗？没错。那你这个线报可得准确，才能把凶手给炸出来。胡诌可不行啊。凶手应该是2个男人，从鞋底的花纹、质地和整个房间里编制雪茄的味道，基本可以断定，一个穿着体面，一个可能是他的随从。他们从后门进来，从侧面也能说明，凶手可能是一个有名号的人物，所以他不可能冒着风险，让别人认出来。你也应该算是我看着长大的，看见你跟很多人下过棋，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落子这么为难啊。这一子要孤军深入，我怕落子无回，所以不敢下这个决心。你云伯伯在世的时候，你知道他为什么立志办学吗？他一直有一个夙愿，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深深是从小听着这些教诲长大的，在他心中有一种传承的精神。而深深下棋也是木之教的，虽说他的棋没有木之下的好，可是他有这个决心，要把这盘棋下好。
我相信，他也会把他爷爷的教诲和木之交的奇艺传承下去的。他有这个志向，我真的很欣慰。作为云氏的后代，这也是他应该做的。你好，我是昨天美好时光咖啡馆杀人案的目击者。您看清楚了？什么？凶手有2个人，肯定会给您报酬的。好好，见面了。咖啡馆的案件有目击者啊？是啊，约我在红玉潮楼见面呢。恭喜你啊！这桩离奇的杀人案闹得动静很大，你要是能报个独家，那你就成咱们报社的红人了。借你吉言。按理说不会有目击者，我们特意把车停在隔壁街酒吧步行区的咖啡馆。到了后门以后，我还反复观察过，没人注意我们。按理说不会有，不代表真的没有。至少2个人这个点是对得上的。你去把这件事情处理掉，不要再留下任何把柄。是。坐这儿人来人往的，做起事来都不方便。你看啊，咱们坐在这儿，这后面呢，全部都是居民楼，现在全都已经被烧毁了。这边藏不住人，凶手也不可能藏在这边。你再看那边，哪边？可别动，用眼睛去看。我不动怎么用眼睛看？哥，如果不绕过去，这边藏不住人，凶手没法藏在这边。进门之前我都已经看过了，如果凶手想要选择最佳位置的话，那只有那个房顶的角落了。可这房顶的角落前面有一颗绿植挡着，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狙击盲点。我们坐在这里是最安全的。如果这个凶手他不想远距离狙杀我们呢？打扮成一个普通人，混进茶楼，或者在茶楼附近什么地方等着我们，想要近距离的解决我们呢？不可能，我们7点半打的电话，跟记者约的是8点半，这个凶手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他得到消息的时候，得第一时间赶过来，到了之后得立马观察现场的所有环境。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制定周全而又不被暴露近距离射击的方案，他唯一的方案就是远程狙杀。那如果说他等我们出去之后再远程狙杀我们只要出去了就没有盲点了呀。哥，你这个办法是很保险，可问题是他不认识我们呀，他在房顶看不到2楼的全部情况，他想知道全部就得进茶楼。他进茶楼就不存在什么远程狙击了。我们坐的这个位置离楼梯是最近的，只要一上来，每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凶手是不可能上来的，
他只要站在那个位置往楼上一看，就能看清我们这里大概的位置。所以啊，这是一个专业杀手必备的技能。我们2个人打扮得鬼鬼祟祟的，是个鬼都知道我们不是来喝茶的。知道了。所以这个凶手进入茶楼的目的，就是要确定目标，然后回到房顶远程狙击我们。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他只要一上楼我们就往外跑，到时候他在锁定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给干了。但是你不认识他呀，你怎么能确定谁是凶手呢？他最晚不超过8点25分到达这里。他应该是一个35岁不到的男人，性格孤僻，受过专业的训练，轻装简从。你放心，杀手有杀手的气场，他只要一出现，我就能认出来。小山，怎么样？哥，我真的没事儿。今天是8的头七。爸，孩儿不孝，来看您了。鞠躬。爸，你为什么有时候在这个墓碑前放向日葵，有时候又放菊花？这有什么说法吗？啊，菊花是送给故人的，比较悲切；向日葵代表了阳光与希望，就像是每一个在抗日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如果有一天，这里面倒下的是我，别忘记给我带一束向日葵来。爸，
洪深，既然你回到了长沙，那以后我就替你爸爸看着你。木之，只有在跟真正的战友告别的时候，才会在墓碑前放一束向日葵，常怀希望和光明，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我爸之前说过，你们俩是过命的交情。原来你们才是真正的战友。能够跟木之一起并肩战斗，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快事。只可惜，他走得太早了。都怪我，我爸是因为我才死的。你爸爸，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杨叔叔，洪深，你可以愧疚，但你绝不能让愧疚把自己压垮，明白吗？我明白。杨叔叔，我想加入你们，想跟你们成为战友。我爸也说过，等时机合适了，他就让我真正的加入你们，这是他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木之，洪深终归要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你泉下有知，也该感到欣慰。你放心，我会带着他一直走下去的。如果他们聊完了，自然会出来。我们在这里耐心的等待，不好吗？好了，跟我说一说，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爸爸究竟是怎么牺牲的？看来常惠泽说的没有错，你爸爸身上中的最致命的一枪，应该不是文业明打出去的。可杨叔叔，就算开枪的不是他，但那个幕后主使一定跟他有关联。从八哥这件事开始到现在，他始终身在局中，我不敢确定他是友是敌。他可能跟你一样，也无法确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洪深，有的时候，眼睛见到的不一定为实，有些事情的背后另有玄妙。在抗战大局的面前，我们应该放下成见，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到的人。您是说，让我团结文业明？可他能相信我吗？有些人或许只是走错路而已。据我了解，其实文业明他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人，他有他的柔软之处，他不喜欢杀人。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或者还有什么疑虑，就去一个地方看一看。老太太，深深他们两个还没来电话？还没有。看来是不敢打呀。老太太，您喝杯菊花茶败败火吧，瞧您嘴上都起泡了。放着吧。那我先去干活了，您有事再叫我。嗯。木之，我看出来了，深深是跟着你走上一样的路了。现在红旗也搅进去了，我这把老骨头帮不上他们的忙。老爷，你在天有灵，保佑他们平安吧。杨叔叔，你们聊完了啊？走吧，
小申，杨叔叔，杨叔叔，您能告诉我您和我父亲到底是什么人吗？中国人，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好，杨叔叔，我不多问，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说必须要有一个人要付出生命的话，我希望那个人是我。对不起，杨叔叔，我说错话了。小琪，你爸爸做这样的安排，自然有他的用意，你要相信他。你跟小申，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使命。小申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你所擅长的，也不是你有心想帮就能够帮得了的。做好你的云家大少爷，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了，明白吗？好，那我一定让云家成为小申最坚强的后盾。这就对了，走吧。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勿欺。小申，你带我来这儿是干什么呢？等人。等人？等什么人？过量之酒。小申，都看到了吧？孩子，多大了？孩子12。我看你拿着书，你喜欢读书是吗？好。来，这些钱给你，拿着去买吃的。看见了吗？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希望。陷入绝境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心怀希望，就有绝地反击的可能。但是小申，救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要抱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和勇气。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面前，不要放弃，记住了吗？跟你说话呢，小申，你怎么像丢了魂儿一样？哥，你看，一片废墟，一群孩子，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啊。是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只有一片废墟，还有一群即使在这么悲惨的境遇下，依旧能挺直腰杆读书的孩子们。我知道你带我来是干什么了。回头我在这儿再建一所小学。你今天怪怪的，什么意思啊？你说这样的人教孩子们读书，照顾这些小孩，是个什么样的人？善良，有爱心，有远见。那这样的人应该不是个坏人吧？你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记米粉，来米粉啦，好吃的米粉，李记米粉，长沙最好吃的李记米粉。文叶明，看姐姐给你们带什么啦？想姐姐了是不是？姐姐知道你们饿了，来，一人一个，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有。你让我等的人就是他吗？杨叔叔说，他每次来都会带一些吃的，照顾这些小孩，还教他们读书。哼，我看他就是做戏给别人看的。他每次来都逼着人，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对这些孩子们都很真实。乖不乖啊？不像是在做戏。所以呢？我想，在他心里，一定也有一块伤心之地。他没有做戏给别人看，他不是坏人，他也不是杀死爸爸的直接凶手。有这个可能。他应该也是掉进别人的圈套里面了。小申，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就代表着你之前的推论就不成立。那么，你顺着他这颗藤，也摸不到你想要的瓜。哥，密码本在我手里，那个人只要出现，我肯定会知道的，因为密钥在他手上。密什么？密钥，就是密码本的钥匙。这些都是密码的种类，它们看起来非常的复杂，很难破解。其实它们内在都有规律，只要掌握了这种规律，破解起来并不难。还有一种密码，比如说我手上有一本书，我现在告诉你一组数据：10、12、08，你来试试。第10页，第12行，第8个字。聪明，这就是破解这组密码的密钥。前提是你必须要知道这是哪本书，是哪个版本。这个密码很简单，但是无法破解。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必须要同时拥有密码本跟密钥，才能解开8个的情报。没错，现在密码本在我们手里，就像是一颗炸弹。我们现在又没有帮手，所以很可能会成为日本人案板上的肉。杨叔叔建议我们和军统人合作，其实意思就是让我们和文彦明合作。杨叔叔让我们和军统这样龌龊的机构合作？怎么合作？打电话给文彦明，告诉他你要投案自首，取得他的信任吗？哥，先投石问路吧。很危险。哥，还得麻烦一下你那个朋友小黄，我需要一个电话号码。喂，我是尹鸿燊。你胆子倒是挺大。我不是你的敌人，还有，我也不是杀害8哥的凶手，但是我知道凶手的线索。
我可以跟你合作找出凶手，但前提是你们要撤销对我的追捕和对我家的一切监视。我不相信你，而且我也不打算跟你合作。相信我，这对你并没有坏处。等你满足了我的要求，我会再来找你的。李记米粉，来米粉啦！好吃的米粉，李记米粉。德阳路和成荫路的交界处，有一座地标性的建筑，建筑上的挂钟每个整点都会敲钟报时。那家米粉摊的老板，每天中午和晚上都会分别去德阳路和潇湘路摆摊。云鸿生的这个电话，是从德阳路附近打来的。组长，八哥的真实身份查到了，他的真名叫米星卫，是长沙人。你说巧不巧？那个伤兵医院的护士米兰，居然是他的女儿。什么？我已经派人去米兰家附近监视了，有早没早打一竿子吧，万一有收获呢？德阳路17号，不可能这么巧。李寻林死了，救护车晚到了2分钟，这关键的2分钟，要了李寻林的命。那救护车为什么会迟到呢？跟车的护士说，他们快到的时候听见有人打枪，以为是那边出事，就往那边去了，结果就耽误了。你当时有没有看到2个年轻男人？他们穿得很体面。没有。街上那么多人，你怎么知道我问的是哪2个男人？一口就说没有。车经过的时候，我往车窗外看了一眼，刚好一个40多岁的男人经过，没有2个年轻男人。这个米兰和云鸿生认识，他们现在很可能在米兰的家里。快，全组集合去米兰家，一组全体行动。刘组长，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需要帮忙吗？不用了，谢谢。怎么才回来？约记者见面的是什么人？是云鸿生。中计了，看来他们已经猜到密钥在我们手上。他就是想把你骗出去，从你身上打开突破口，找到密钥。他们在德阳路17号。奎彻一再警告我们不要动云鸿生，这几天我们的工作又连续出现失误。你是听鬼彻的，还是听我的？听你的。记住，杀云红旗，抓云鸿生，找到密码本。是。好的，知道了。哎，护士长，今天201到205的伤员全部可以出院了，晚上会有一批新伤员送进来。呀，今天值班的该倒霉了。那我先去工作了。去吧啊。米兰，你怎么了？怎么了？我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早上来的时候头晕，怎么这会儿心悸的厉害？赶紧去检查一下吧。不用了，我可能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哎呦，上什么班呀？赶紧回家吧。可是今天医院那么忙，再忙也不差你一个呀。再说你这样怎么工作呀？赶紧回家吧。啊，好吧，
谢谢护士长，路上小心点啊。通知一下，把病床都收拾出来啊。快点。师傅，到了，这请一下。谢谢。哎，谢谢小姐。老板，麻烦来壶茶。好嘞。谢谢啊。你慢用啊。哎。我跟你说，我毕竟是你哥，你说的虽然对，但我的也得听，参考一下总可以吧？米兰，哎，是军统的车，走。哥，我就说吧，军统的人不靠谱吧，靠不住吧？你还那么相信他们，还跟他们合作，你……米兰小姐，你怎么在这儿？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上班吗？我今天是去上班了，后来我身体特别不舒服，护士长就说让我先回来休息。可是我回到家门口下车之后，发现情况很不对，家门口有很多人，而且他们好像带了枪。啊，现场有2拨人，冲我们开枪的不是军统的人。这你都能分得清楚？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跑的时候，韦彦明和那帮人打起来了，直冲着要害开枪，可不是闹着玩的。哎，那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李记米粉，好吃的米粉。可能是我不小心，打电话的时候露出了破绽，也可能是……是什么？八哥身上带着证件，有他的真实姓名，查到他的底细也并不困难。
你看我干嘛？八哥是谁啊？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吗？你们说话，你们怎么不说话？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说话！米兰，八哥的真实姓名叫米兴卫，他被人杀了。不可能！我爸爸一个人在上海过得好好的，他不会有事的。你骗我的，你们骗我的，对不对？这不可能是真的，我爸爸不可能有事的，他一个人在上海好好的，怎么会有事呢？你们是坏人！骗我的！我爸爸不可能有事的，他一个人在上海好好的，怎么会有事呢？你们是坏人！骗我的！你们一定是骗我的！我爸爸已经没事了。不可能是真的！你们骗我！你要振作一点，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爸爸泉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这个内奸动作真够快的。我们刚刚查到八哥真实的身份和云鸿深的下落，日本人就派杀手过去了。有的时候不是内奸太厉害，是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够。对不起，老师，是我大意了。不过从日本人急于要除掉云鸿深这点来看，这小子应该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急于要干掉他？是不是他手上有什么会让日本人忌惮的东西？他说，他能找到杀害八哥的凶手，他手上有线索。怪不得。他什么时候再联系你？等我们撤销了对他的追捕，还有对云家的监视。现在各方面的压力对我们来说都很大，到最后我们肯定是要妥协。但是别人一给我们威胁，我们就要认服。这传出去，我们军统也太没有面子了。老师您放心，我会想办法逼云鸿深出来。爸爸，以后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了。
我害怕。你醒醒，你醒醒好不好？爸爸，你醒醒，你醒醒好不好？你醒醒，你醒醒，爸爸，你醒醒。李良消失了大概20分钟，刘成栋消失15分钟，于鹏消失了半个小时。在他们消失的这段时间里，云鸿生和云鸿奇在德阳路附近被堵，现在依然不能断定谁是内奸。对不起啊，站长，是我失职。不是你失职，是你太心急了。自打你锁定这3个人开始，你对他们步步紧逼，他们能没有察觉吗？一旦他们察觉了，你就被动了。您批评的是？我知道屈文志叛逃的事情你很自责，但是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你，我也有责任。越是这个时候，我没必要沉稳，不能心急。看来这个内奸比我们想象的要有城府啊。送到家了。这下好了，又没有落脚的地儿了，家也不能回。你说我们该去哪儿啊？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了。请进。杨叔叔，好，多早点休息啊。2位少爷，这边请。好。这边请。木之啊，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啊。进来吧。杨叔叔。哦，洪深呢？来，坐吧。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杨叔叔，我爸有没有跟你提过子爵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子爵死的那天晚上，我在火车站的储物柜里找到了一样东西，一封很奇怪的家书。您怎么知道？我和你爸爸之间有一个约定，就是不管我们2个其中谁发生了意外，都要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对方。你爸爸早有安排，所以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爸做事向来周全，当时要不是我昏了头，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搞定。洪深，你还年轻，你爸爸也是从你这个时候走过来的。可是杨叔叔，有一点，我爸为什么把八哥的情况告诉法国人？这一点我怎么也想不通。你爸爸追踪昆吾追踪了5年，可是这5年来一点头绪都没有。最近，这个昆吾却突然出现了，所以你爸爸怀疑昆吾一定是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阴谋。可是事发突然，你爸爸得到的讯息却少之又少，他不敢确定这个阴谋到底是什么，那么他就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法国人，想借法国人的手来试探日本人的反应。日本人做出的反应，都会是我爸下一步的推断。如果不是我擅作主张，我爸就不会死。
可能那个阴谋就已经破灭了。后生，害死木指的真正凶手是日本人跟昆吾，你就不要再为难自己了，啊？杨叔叔，我明白，自责也于事无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替我爸完成任务，将他没走过的路都走完。您刚才有点回避我，是不是有为难的事情不好意思跟我开口？难道你已经推断出昆吾很有可能潜伏在军统？杨叔叔，眼下最好的方案就是我打入军统，找出真凶。杨叔叔，我知道您担心我的安全，但是情况紧急，目前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您开不了口，对吗？你身在局中，而且拿到了密码本，所以那个人早就把你盯上了。没错，你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你刚刚回到长沙，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遭遇到2次暗杀了。我真的是下不了这个狠心呐。可是再危险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我已经决定好了。洪神，我替长沙数10万百姓，谢谢你。杨叔叔，我是一个中国人。好孩子，坐。这是你爸爸交给我的。你有空的话，就看一看。你爸爸要给我的信息，都在这上面。哦，对了，八哥密码本的破译有头绪了吗？还没有，不过您放心，我会尽量加快进度的。我知道这样很难为你了，可是事情紧急，你一定要全力以赴。是。破解白鹤的情报，你帮帮我。他只是建了一座迷宫，只要辨别清楚方向，你就可以走出来。可是爸，我现在已经迷路了，我找不到方向。那就换一种思维，比如一片树叶，你要把它藏匿起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把一片树叶隐藏。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方法是
把这片树叶隐藏在一片树林当中。你手上的那本书就是一片树林，密码就是被藏匿起来的树叶。把它找出来。你不用着急来上班，在家多休息休息，等心情好了再来。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一静下来，我就会想起爸爸、妈妈、奶奶，还有弟弟。好好好，如果不想一个人待着的话，就来医院，这么多人陪着你，没事的。谢谢护士长。米兰小姐，又见面了。温长官，您找我有什么事儿？请跟我们走一趟。长官，我们是军医院，如果你想带走谁的话，需我们院长同意。我们正在调查米兰父亲的死因，很多问题需要跟他了解一下。那你也不能随便。护士长，我愿意配合去一趟。云红旗说，我父亲是被人杀害的。我要找出杀害他的凶手，替他报仇。温长官，我愿意配合调查，只要能找出杀害父亲的凶手，替他报仇，做什么我都愿意。带走。文叶明的车。云鸿深知道，文叶明调查米兰是正常的程序，换成是他，他也会这么做。米兰看起来清清白白，毫无破绽，可他最大的疑点就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了自己的身边，而且恰好她还是八哥的女儿。这一点，云鸿深并不是没有怀疑过。他决定给文叶明2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他深信，如果米兰是清白的，那么那个在收容所里为孤儿落泪的文叶明，绝对不会为难他。给云红旗那个跟班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把米兰抓了。是。来了，刚子兄弟，我托你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办了，好，放心吧，辛苦啊。我们在杨叔叔家，军统不敢公然骚扰，有事可当面告知。什么？军统的人把米兰带走了？这帮王八蛋丧心病狂！文叶明是故意让小道通知我的，他在逼我，他想知道杀死八哥的凶手是谁。小山，他们什么时候把米兰抓走的？抓走多久了？去医院的时候。你疯了！你看着我干什么？大少爷，你先别着急行不行？小山，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文一鸣把米兰带走是吗？军统什么地儿啊？吃人的地儿！
小刀，你去楼下等着。两位少爷，有什么事情呢？商量着来，可千万别吵啊！放心，不吵。哥，你听我解释。停！如果你还要跟我说你那些阴谋论的事儿的话，趁早打住。米兰多善良的姑娘啊，跟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有关系吗？有一点关系吗？她可帮过我们，她冒着生命危险帮过我们。你怀疑她也就算了，现在是见死不救，你知道吗？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调查程序，他不会有危险的。不会有危险？那是什么危险啊？只要不死，就是没有危险吗？可你理智一点。我很理智。你太让我失望了。哥，你要去哪儿？我去救他。不能去。为什么？如果你想害死我，那你就去吧。你为什么把云鸿生和云鸿旗藏在你家？为什么把云鸿生和云鸿旗藏在你家？我看他们没地方去，就让他们在我家了。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父亲死了的？昨天，有人要杀云鸿生和云鸿旗，我们一起逃了出来，是云鸿旗告诉我的。你父亲回到长沙以后跟你联系过吗？没有。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去年，大概是3月份左右。你给我们把话说清楚了。什么叫我去救米兰就是害死你啊？啊！可你冷静一点，听我说。文彦明怀疑米兰，他是有根据的。你不让他把事情搞清楚，就这么不管不顾的把他救出来，这是治标不治本。只要他们对米兰还有怀疑，就可以这么一直的调查下去。这次不行还有下次，下次不行还有下下次，除非你把他藏到一个永远找不到的地方。你接着说。如果米兰是清白的，这次只是个例行的询问，很快就能放出来。人是被文彦明带走的，我相信文彦明是不会对他用刑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发现，自打回来之后，你对这文彦明的态度就有所改变呀。你凭什么就可以保证文彦明不做那些事儿呢？你就算不相信我，也应该相信杨叔叔吧。他已经调查过文彦明了。杨叔叔调查过文彦明。其实我不想让你插手，也有我自己的私心。我不想把跟军统的关系闹僵了，那会对我下一步的行动很不利。日本人一心就想弄死我，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得罪了军统，那我确实是腹背受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哎呀，我真是想不明白啊，米兰到底是招谁惹谁了？在我看来，米兰就是一个倒霉蛋。他有一个情报贩子的爹，再加上好心救了你和我，怎么你们都怀疑他呀？那天在博雅茶楼附近，你是因为救云鸿生和云鸿旗才迟到的，对吗？我真的不知道会死人，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米兰一系列的反应和表现，都很符合米兰这个人该有的样子。他骤然遭遇丧父的打击，又莫名其妙地被带进了军统。他伤心、愤怒、害怕、绝望、崩溃，却又因为某个不愿启齿的原因故作坚强。他的表情、语气，甚至呼吸，都那么的恰到好处，就像他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云鸿生的身边一样，让人挑不出破绽，却又没办法安心。你为什么要救他们？云鸿旗救过我，我觉得他们不是坏人。他什么时候救过你？就几天前。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
你却直呼他们的名字，这说明你们的关系不一般。说，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回答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给他处理一下伤口，好好看着他，别让他自杀了。是。其实文彦明抓走米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想逼我交出杀害八哥的凶手。说穿了，这米兰是因为咱俩才遭受这场无妄之灾的。那你打算怎么办？说肯定是迟早要说的，但不是今天。哥，你放心，我肯定能应付。米兰怎么样了？放心，我不会让他死的。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我是真心想跟你们合作的。所以你跟踪我和林处长，是在为将来的合作打基础。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纠结从前的事，重要的是以后。我不相信你，你怎么可能知道杀害八哥的凶手是谁？你不用炸我，我以后肯定会告诉你，但今天不行。实话跟你说吧，我不但能找到杀害八哥的凶手，我还拿到了八哥手里的东西。密码本在我手上。把它交出来。这不可能。那你今天也别想离开这儿了。就算我肯交，你敢收吗？你们的内部很不安全，先后我已经遭到2次日本人的暗杀，就是你们占领那个内鬼的杰作，别以为我不知道。站长。云鸿深，这是我们柯站长。你好，柯站长，晚辈云鸿深。之前听家父提起过你，幸会了。坐。令尊当年也是名动一时的风云人物，可惜啊，天不加年。刚刚在外面听到了你们说到八哥的密码本，我怎么相信密码本在你手里？八哥出事之前住在圣星旅社的302房间，你们可以拿着我的画像去找老板辨认。你说你拿到了密码本，那密钥呢？被日本人拿走了。那这个人你见过吗？柯站长，您心里应该清楚，跟我合作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您之所以拖着不答应，无非是觉得我威胁到了你。无论是军统还是您，都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所以，我今天过来服个软，那咱们就各退一步。我们也不是非要跟你合作不可，就算没有你，我也能把情报拿回来。那是当然了，我非常相信。但是，会浪费你们更多时间。那你回到长沙的目的是什么呀？关于这个问题，我就算说了，您也不会相信的。您就自己去调查，等哪天调查清楚了，您就会相信我的诚意。你不要太嚣张了。就算是闹到委员长那里，你也得把密码本交出来。你要是不交，就证明你有问题。这样，我先给你一个我的诚意：解除对云家的监视，取消对他们兄弟2个人的通缉，怎么样？非常有诚意。不过呢，米兰也得放了。八哥的密码本是加了密的，他对我破解密码会有很大的帮助。没问题，
我的诚意已经拿出来了，我希望尽快看到你的诚意。你对他用刑了？那是愚蠢的下作手段，我不屑为之。那他怎么会这样？他什么也不肯说，可能是怕熬不住，想撞死自己。多谢你手下留情，再见。爷，好消息，您出气的机会来了。出什么气呀？于红旗啊，您看，去上海走后的船回来了，这是几天前的《上海日报》。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哥，你就不用担心了，米兰的同事会照顾好他的。他现在需要的不是照顾，是安全感。他被吓坏了。哥，现在军统的人不通缉我们了，爸的丧礼不能再拖了。对。牧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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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就好。牧之。我的儿子，看见了吗？云木之卖国求荣，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了。和日本人勾搭上了，就是个铁杆大汉奸。哟，给我来一份。来，乡亲们都过来看一看啊！来，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了啊！云木之大汉奸，都听一听！长沙的父老乡亲们，大家都听一听！云木之卖国求荣，和日本人勾结，他就是个大汉奸！长沙的父老乡亲们，云木之就是个大汉奸！大家都看一看，快看一看，大家听一听！长沙的父老乡亲们，大家都听一听！我警告你，这里是学校，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云木之和日本人勾结，卖国求荣，他就是大汉奸！胡说，他就是大汉奸！大家都看一看你们手里的报纸啊！云木之卖国求荣，去那边再贴一贴。好啊，乡亲们都过来看一看啊！云木之卖国求荣，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云木之这个大汉奸，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哼，这谁啊？这不是大汉奸云木之的家人？你说什么？都说一坏坏一窝，这不会也是汉奸吧？这肯定是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你别胡说八道啊！是不是皮样？牙给你打掉！报纸都登出来了，你们云家把黄金都卖给了日本人，啊，这不是汉奸是什么？放你的狗屁！我告诉你啊，你听好了，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撕了，听到了吗？如果以后再让我发现你，我打到你妈都不认识你！我就不撕，赶紧撕了！就不撕，撕不撕？就不撕！光天化日，你还要杀人灭口吗？啊！你们家干的那些缺德事，怎么会报到云红旗身上？
打他！上啊！你给我等着！走！伯母，你相信我，总有一天，木之会得到他应有的名声的。木之不在乎这个。你看这树啊，这是木之当年离开家的时候种下的，可现在呢，树还在，人却没了。爸，希望你能去到一个没有战争的新世界，在那里，你能成为一名诗人，潇洒地漫游世界。杨叔叔，那批黄金到底在哪？我只能告诉你，这批黄金去了它该去的地方，将来会为抗战事业发挥它的作用。但是暂时我还不能说出来，因为牵扯的人太多，一旦暴露的话，会危及到很多人的性命。但是洪深，你要知道，你爸爸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早把自己的名和利都置之度外。但是历史早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哦，对了，军统那边谈得怎么样？虽然他们撤销了对我的追捕与监视，可是要他们真正的信任我，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我看是时候该给他们一份见面礼了。您是说杀死八哥的凶手？你心里多少也应该有点谱啊。他抽的是宾制雪茄，这种雪茄很贵，一般人是抽不起，所以他应该是上流社会的人，有不错的社会地位。杨叔叔，哎，小齐啊，哎，快坐。怎么样，奶奶睡着了吧？感觉奶奶她一下子憔悴了很多。你们两个这段时间要多陪陪她，让她心里舒服一点。哦，对了，明天晚上长沙饭店有一个募捐晚会，你们两个要不要去？当然得去，那个凶手很可能也在受邀之列。杨叔叔，我想去会会他。可是你爸爸的流言现在满天飞，我怕你们两个去了会受到很多人的挖苦。我们云家从来就没有怕过什么流言，越是这种情况，越应该去。好，这才像云家的后代。我今天下午就派人把请柬给你们送过来。进来。老师，于洪深联系我了。他说他找到杀八哥的凶手了，是个上流社会的人，抽宾制雪茄。他建议我们参加明天晚上的募捐晚会，去碰碰运气。
你替我去。我替您去，不合适吧？要去，也是副站长替您去。你去也是执行公务，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不会介意的。那好，那我去。有个事情我想和你说一下。您说。我想让云鸿深加入军统。可他身上还有很多的疑点。像我们这样的人身上怎么会没有疑点呢？在黑夜中待久了，身上肯定会沾灰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处处想在你的前面，让你很没有面子。但是现在是抗日阶段，我们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他不仅聪明，而且还不常规，是一个特工的好苗子。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会跟他和平共处的。当然，像他这种聪明的人都不会安分。你替我盯着他点儿。是。每个人的编码方式里，都藏着过去的自己。哎，大晚上不睡觉，你拿着行李箱干什么？我破译八哥的密码不太顺利，想看看他的东西，找找灵感。哦。哎，这是别人的东西，没经过别人同意我们就看，不太礼貌。哎，管不了那么多了，非常事件非常对待，别弄坏了啊。嗯，哥你放心吧。米兰怎么样？她好一点了吗？哎呦，这2天过得太乱了，我都把她给忘了。这样吧，今天晚上你看完，明天我再把她还给米兰。毕竟这也是他父亲留给他的遗物嘛。嗯，你放心。